第一次见到这么倒霉的穿越勇者，跟别人一起穿过去也就算了，结果人家成了真正的勇者，国王的座上宾，自己却因为面板数值太菜被放逐魔物森林。巴纳萨是一位奴隶商人，在原本的世界里，他对受歧视的亚人也非常友好，梦想就是各种族能打破隔阂，好好相处。结果刚说完就被召唤到了另一个世界，还没睁开眼睛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第198名勇者候补召唤成功。周围围了一圈魔法师，领头的老头告诉他，这里是库莱洛德魔法国，为了应付常年来与魔王军之间的斗争，他们遵循古老的传承，从异世界召唤足以成为勇者之人。说完，就有一个狗头女仆拿上了一枚水晶，把手放上去就可以测试能力值。按理说，每一个勇者候补都会有神手天赋，结果巴纳萨不仅没有，连其他能力值都极其普通。巴纳萨本来就不想成为什么勇者，只想这群人赶紧把自己送回原来的世界。突然，隔壁传来惊呼声，原来那里也刚刚召唤过来一个异世之人，而且面板属性全是999。金毛看到巴纳萨的面板，更是歪嘴一笑，看来自己就是传说中的人生赢家了。所有人都集中到了金毛那边，女仆们也是迫不及待的去通知国王，巴纳萨就这样被抛弃了。在国王为金毛举行受封仪式的时候，巴纳萨被撵出了皇宫，因为召唤他所使用的转移门已经关闭，没办法把他送回去了。但是作为补偿，国王允许他定居于北方的戴拉贝扎森林，在这个世界生活，并且必须保守自己是从异世界来的这个秘密。好在巴纳萨是个社牛，在路上的时候就跑去跟赶车的蜥蜴人搭话，从蜥蜴人那里得知这个国家是不分人族或者亚人族的，亚人也不会像巴纳萨原本生活的世界那样受到歧视，这让巴纳萨觉得这个世界或许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就这样过去了20天，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蜥蜴人把巴纳萨放到森林边缘后，给了他一个魔法袋，里面装着能让他暂时过活的钱和食物。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蜥蜴人对巴纳萨也产生了一些善意，好心提醒他，如果不想死的话，还是赶紧逃离这里吧，因为这附近有魔王军。话虽这么说，巴纳萨也不知道该逃到哪儿去。他先看了一下魔法袋里的东西，掏出了一把看起来非常华丽的武器，尝试砍了3只史莱姆，结果砍完剑就碎了，但他的等级也提升了1级。万万没想到，升到2级之后，他的面板属性值高到离谱，所有属性全是正无穷。紧接着跳出来一个可以语音介绍的系统面板，伴随等级上升，巴斯纳还觉醒了一系列魔法。除此之外，系统还告诉他，魔法袋被施加了探索所在位置以及引用魔物等魔法，所以史莱姆才会攻击他。再加上武器不能用，很明显那个国王是想让他赶紧去死啊。好在他现在可以强制解除被施加的魔法，解除完后打算去森林里避一避，又被系统提醒这片森林受到了高浓度魔素污染。所谓的魔素是指魔族制造与散布的液体及气体的统称，会对人族造成重度危害。巴纳萨就用了1/3的魔力将里面的魔术给净化了一下，这一发大净化术又让他的等级提升了，光是等级提升的通知就差点把他退出去。与此同时，皇宫里的大公主正在批判父亲对那位勇者后补的残忍做法。这时一个大臣过来汇报说，在北方森林那边确认到了最高级的神圣魔法净化魔法的发动痕迹，可他们派出的金毛勇者是带兵去了南方啊。巴纳萨对皇宫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正看着自己367级发愣，啥也没干，怎么300多级了？难道这个世界只要使用魔法就能升级吗？老这么弹出通知太烦人了，他就把升级通知给关了。紧接着刚刚消耗的魔力迅速回满，接下来就要思考该去哪儿怎么办了。他被禁止居住在城镇里，系统提醒他可以更改外观，甚至连性别都可以更换，瞬间变成了大胸姐姐。可惜巴纳萨是要开后宫的人，变成大胸姐姐还怎么开后宫？最终只是改变了外貌，然后瞬移到了附近的城镇，还尝试了一下能不能瞬移回自己原本的世界，可惜无事发生，看来只能先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了。那么首要任务就是赚钱，他先去冒险者工会注册成为了冒险者。正在纠结接什么任务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小女孩不停地向冒险者们搭话，希望他们护送自己去北方森林，但大家都知道那边有魔王军的前线基地，给再多钱也不愿意去。感觉小女孩可怜巴巴的，巴纳萨就主动上前搭话，说自己可以用转移魔法送她过去。一听到这小子居然会转移魔法，这么高级的魔法，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把巴纳萨给整不会了。难道转移魔法不是初阶魔法吗？很明显他并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么厉害。而这句话也给他带来一个麻烦，一对美少女冒险者走了过来，直言他看起来并不像那种会使用转移魔法的高级魔法师，质问他要拐骗这个小女孩去哪里。巴纳萨为了不引起骚动，赶紧表示也可以带他们一起去，接着将几人带到了小巷子里。使出转移魔法一下子把他们带到了北方森林边缘。小队的魔法师对他来了兴趣，问他是不是最高级的魔导士。巴纳萨下意识的否认，
没有啦，我只是会一点点魔法的新手冒险者。9位冒险者看的是真有实力，也纷纷向他道歉。那个小萝莉却有些疑惑，森林里的魔素怎么消失不见了？巴纳萨刚想告诉他是被自己给净化了，系统就提示最好不要把这事说出来。紧接着，美少女就拔出剑对准小萝莉，其他人也摆出了时刻准备战斗的架势。原来他们是故意跟着过来的。早在几天前，这支小队就收到了工会通报，是有个可疑的少女在招募前往北方森林的同行者，居然说想去有魔王军的森林，这不就等于在宣布自己很可疑吗？白毛小萝莉见状干脆不装了，瞬间就变成了一头魔兽。原来她是魔王军4天王芬格利尔的妹妹芬里斯。说完之后就开始释放魔素，冒险者们受到魔素影响瘫软在地，只有巴纳萨跟没事人一样。芬里斯就打算先解决掉其他人，说着直接朝黄毛扑去。巴纳萨赶紧抱着美少女躲开，先用转移魔法将4人移走，自己留下来跟这头魔狼对战。刚好他也想测试一下之前获得的那些魔法，直接给系统下令，我要把每个会用的魔法都试一遍。用了几个没什么攻击力的魔法之后，巴纳萨用重力魔法将魔狼压倒在地。现在正是束缚他的好时机，系统推荐可以使用奴隶化魔法，可以支配对方并控制其思考与行动。巴纳萨想起了前世那些可怜的亚人，说什么也不愿意用这个魔法。由于之间对方已经快要挣脱了，系统不厌其烦的一遍遍推荐奴隶魔法，巴纳萨也一遍遍拒绝，他绝对接受不了这种事情。万万没想到，芬里斯还没挣脱出来就已经耗尽了魔力，干脆直接投降。反正无法战斗的战士只有死路一条，他已经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却听见巴纳萨说不准备杀他，人族魔族在他看来没什么区别，反正他是不会杀死主动投降的人的。一句话就把芬里斯给攻略了，瞬间变成不穿衣服的白毛兽儿娘。正人君子的巴纳萨赶紧把衣服给人披上，表示只要他以后不再和人类打斗，他想去哪里都无所谓。巴纳萨甚至打算给他点钱，结果芬里斯就因为魔力耗尽晕了过去。总不能把人丢在这种荒山野岭，巴纳萨干脆搭了个帐篷守在一旁，同时检查起了自己现在能用的魔法。芬里斯醒来后就看到那个男人可靠的背影，忍不住心动起来。自己明明具有魔法抗性，却对他束手无策，又发现自己的魔力已经完全恢复。大概是睡着的时候，巴纳萨对他施展了恢复魔法。感受到人类善意的芬里斯立即向巴纳萨发誓，自己今后绝不会无故与人族打斗，而且会把具有强大力量的巴纳萨视为主人，为他奉献生命以报大恩大德。巴纳萨当然不可能同意，万万没想到芬里斯居然以死相逼。就这样，巴纳萨来到异界的第一天，就收了魔王军4天王之一的妹妹作为女仆。他将自己是从另一个世界被召唤来的事告诉了芬里斯，还展现了自己原本的模样。因为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在这个世界还是个黑户，所以跟着他肯定很辛苦。芬里斯却并不在意这些，无论巴纳萨是来自哪里的什么人，他都会一辈子忠诚的与他活下去。这样的小女仆谁能顶得住？而国王和那位金毛勇者就不是很好过，勇者率领讨伐魔王军的部队居然被击溃了。面对国王的质问，他还在那里抱怨士兵不行，看到魔兽就惊慌失措，阵势大乱，丝毫不提自己在战斗时躲在队伍最后方的事情。就这还勇者呢，连西美尔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过。军队里已经有士兵开始抱怨这个勇者了。其实勇者自己也很慌，这1个月来他明明努力修行，可是能力值一丁点儿没提升，不去想着怎么解决问题，还带着妹子跑去城里享乐。巴纳萨正忙着带芬里斯赚钱，走在街上，两人还被误会成小夫妻。芬里斯可太愿意成为巴纳萨的妻子了，毕竟拥有强大的丈夫是他们亚狼族女人的荣耀。两人甜甜蜜蜜走进了冒险者工会，先给菲林斯也注册成为了冒险者。没想到刚注册就来了个紧急任务，说是城镇北方出现了大群狂乱熊，正在往城镇前进中。冒险者们一听就慌了，那可是传闻中击溃勇者部队的魔物啊！但工会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每打到一头狂乱熊的报酬是原本的10倍。巴纳萨一听连勇者都打不过，觉得自己这种小角色肯定也不行。芬里斯却想让主人知道他有多么厉害，非得去见识一下。两人就瞬移到了城镇北边，刚准备去找狂乱熊，就听到一声尖叫。过去一看，又是上次队的冒险者。狂乱熊实在太残暴了，几人明显陷入苦战。眼看短发女战士要被熊掌一巴掌拍扁，巴纳萨和芬里斯及时出手相助，瞬间就把那几头狂乱熊给打倒了。女剑士看到巴纳萨安然无恙，也终于放心了。那天之后，他们一直担心对方。巴纳萨问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话还没说完，芬里斯身后就出现一头狂乱熊首领。但此时芬里斯正在因为巴纳萨没说她是自己的妻子而沮丧，刚好可以把怒气发泄在狂乱熊身上，吓得狂乱熊直接躺在地上装死。发现装死不行，急忙下跪。菲林斯就起了让这头狂乱熊当他们小宠物的想法。一旁的冒险者们听得心惊胆战，万万没想到巴纳萨居然真的给狂乱熊戴了个项圈，又担心他狂放的外表会吓到别人，干脆把人家变成了这种萌萌的小东西，甚至还取了个名字。这一下金毛剑士他们再次认识到巴纳萨的力量，大家也算有缘，双方互相做了个自我介绍。金毛剑士名叫巴利罗莎，是库莱洛德骑士团的骑士；短发战士名叫布罗沙姆，红发女孩是毕雷利，紫毛的魔法师是贝拉诺。他们希望巴纳萨能训练他们提升实力，因为之前勇者大人的部队遇到一群狂乱熊，直接被击
溃了。勇者很生气，说在足以支援他的人才准备好之前，都不会再去讨伐魔王了，然后一直躲在城堡里不出去。国王只好对骑士团下令，必须尽快锻炼到足以讨伐狂乱熊等级的魔兽的地步。他们4个人在骑士团中还只是新人，加起来也打不过一头狂乱熊。巴纳萨倒是想帮忙，可他连自己是怎么使出魔法的都不知道，根本无能为力呀。一旁的芬里斯就很生气了，这几个女人怎么这么蹬鼻子上脸？巴纳萨赶紧哄着，告诉4人，其实这个芬里斯并不是他的旅伴，而是他的妻子，他只想跟妻子悠哉悠哉的生活。芬里斯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了，连带着几个人都顺眼了不少，表示如果巴纳萨闲着的话，指导他们一下也不是不行。当然最重要的是，芬里斯真的希望巴纳萨能够认清自己的实力，于是巴纳萨就答应了下来。几个人暂时在这小房子里住下，殊不知巴纳萨对北方森林发动净化术的事情已经被汇报给了魔王大人，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酝酿。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白毛老婆守在我床边，还要亲自给我换衣服。不得不说，巴纳萨这波转生是直接转生到了天堂啊！结果就因为没来得及阻止芬里斯，就被推门而入的巴里罗莎给撞见了。还以为他们小夫妻大早上的就这么精神。起床后，巴纳萨和芬里斯按照约定指导巴里罗莎他们讨伐魔术的技巧。然而最后4个人还是被野猪追着跑，看来要做好长期训练的准备了。巴纳萨就干脆将这栋小木屋买了下来，开始了和5个美少女同居的日子。早餐是芬里斯特意准备的新鲜猪肉，新鲜到直接从猪身上割下来就送上桌了。巴纳萨苦笑着表示，以后肉类还是料理之后再吃吧。还好巴纳萨本身就喜欢下厨，把肉端回厨房料理了一遍。期间巴里罗莎也帮了不少忙，大家都被巴纳萨的厨艺给震惊了，连原本不吃菜叶子的芬里斯也对着沙拉直呼美味。肉就不用多说了，外酥里嫩，还非常多汁，浓厚的肉汁浓缩了肉的鲜味，咬在嘴里层次分明，好吃到芬里斯都要说不出话了。他本以为这个肉是巴纳萨做的，结果巴纳萨告诉他是巴里罗莎做的，胜负欲一下子就上来了，自己作为妻子怎么能不如外面的女人呢？于是表示下次就由自己来为大家展示厨艺。接着他们将打走的山猪全都运到了冒险者工会，引起了其他冒险者的震惊。查验这些山猪还需要一段时间，芬里斯提出想去街上逛一下，还拒绝了巴纳萨陪他一起去。刚好有工会的工作人员过来找巴纳萨有事，两人原来是巴纳萨最近的活跃行为引发了国王的关注，希望他能到勇者手底下干活，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赐予他荣誉骑士的头衔，这可是一个大展身手的好机会，一般人应该都不会拒绝。可惜巴纳萨不是一般人，他是从异世界被召唤来的，压根儿没有和魔族争斗的理由，更何况小娇妻在怀，为什么要拼上老命去战斗呢？于是巴纳萨毫不犹豫拒绝了这份邀请，回到街上还劝了浑身狼狈的芬里斯。原来芬里斯是去学艺了，正所谓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必须先抓住男人的胃。结果第一步削皮就让芬里斯犯了难，拿起番茄轻轻一握就被溅了满身之水。接着老师要让他们把粉末撒上去，芬里斯直接拿起罐子往上面倒，接着是小火慢煮。芬里斯嫌那样效率太低，干脆加大火力，后果就是直接把厨房给爆了。即便如此，芬里斯也绝不认输，非得把巴纳萨的胃给征服了。与此同时，冒险者工会出现了一位人类强者的事情也传到了勇者那里。勇者一点也不慌，反正国王想招揽对方也是为了给自己当手下，那就慢慢等着呗。就这样过去了1个月，期间一直有士兵过来邀请巴纳萨，却都被巴纳萨直接拒绝了。那几位女骑士也享受着和平的日常生活，萨姆甚至还开垦了一块菜地，每天忙着种菜都不练剑了。其他人的训练倒是没落下，巴纳萨还给了贝拉诺一枚能够提升魔力的戒指。等他走后，贝拉诺下意识地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然后就被背后林芬里斯给警告了。这时巴里罗莎又遇到了危险，巴纳萨还没来得及赶过去，芬里斯就一刀把魔兽给砍了，还让巴里罗莎别再装娇弱，明明他的实力已经能够轻松达到 C 级魔兽了，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勾引人家老公吗？不得不说，芬里斯为了成为巴纳萨的妻子确实付出了极大努力，每次对工会都会去上料理教室，现在可以说是厨艺大涨，而且在提升厨艺的过程中还逐渐学会了更多事物，这比变强更令人开心。因为厨艺老师说，要想射中男人的心，可以为他制作咖喱，多加一些名为爱的香料放进去炖煮。芬里斯就为巴纳萨特制了一份咖喱饭，得到了巴纳萨的大力称赞。殊不知一个魔族正在悄悄注视着他们，这个魔族简直不敢置信，人人畏惧的魔王军最猛女战士芬里斯居然成了人类男人的小娇妻，而芬里斯早就发现了他的踪迹，直接把人请进来喝茶。芬里斯介绍巴纳萨是自己的丈夫，魔族少女更吃惊了。再看芬里斯刚在魔王军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他不想跟芬里斯为敌，就避开话题聊起了这片森林，说里面连一只魔兽都找不到。巴纳萨就随口说了一句，看来当时使用的净化魔法真的有用啊。魔族少女一口老茶喷了出来，就是你小子用了净化魔法。原来那片森林里注视着魔王军的领导者正是芬里斯的亲哥哥芬格利尔，而芬格利尔现在都还联系不上，说不定也早跟人一起被净化了。这件事芬里斯早就知道了，他觉得哥哥身为魔族4天王之一，却
这么容易死掉，应该怪他自己。而芬里斯早就因为迷恋巴纳萨的力量，奉他为主人了。吃瓜四人组大为震惊，一方面是震惊芬里斯说的那些话，另一方面是震惊芬里斯的真实身份。魔族少女却有自己的思考，既然巴纳萨干出了那种事情，那个他义气的芬里斯也就成为了魔王军的敌人。他当即起身说想跟巴纳萨切磋一下，打算趁这个机会把两人一起除掉。巴纳萨倒是没什么意见，芬里斯现在立刻开口阻止，觉得对方肯定是趁着过招的时候跟自家丈夫激烈缠绵。很快三人就来到了外面，魔族少女率先跳到空中甩出攻击，但其实也在悄悄从地底发起进攻。结果法阵刚一显现，就被巴纳萨一个响指击碎了。一起击碎的还有从上方来的魔法，还没等魔族少女回过神来，在她身后就出现了3个法阵，将其紧紧束缚在空中。少女不得已投降。第二天，巴纳萨将芬里斯的事情告诉了巴利罗莎他们，之前有所隐瞒，是担心他们去跟城里举报。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巴纳萨觉得4人是可信的，哪怕骑士团有相关规定，他们也不能出卖恩人嘛。结果刚说完，昨晚的魔族少女米奈斯就率领军队折返回来了。本以为巴纳萨会吓得跪地求饶，结果对方满脸兴奋，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龙，这副游刃有余的模样可把米奈斯给气坏了，立即让身下的龙发起龙吟。巴纳萨也立即发动神圣魔法，直接来了个 AOE 大招，将大部分龙连同米奈斯一起击落，剩下的见状扭头就跑。萨姆后悔刚刚没趁机扔个农具了，巴纳萨就让他现在扔出去，然后给锄头施加了附加魔法，锄头瞬间宛如神兵般爆破了一头龙的脖颈。萨姆还因此获得了屠龙者的称号，另外3人也纷纷拜托，可惜龙已经跑完了。这件事被魔王知道后，魔王对巴纳萨产生了极大兴趣，明明只是普通的冒险者，居然能使出这种魔法，于是他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个巴纳萨。有了这次的事件，巴纳萨就把房子周围设下了防御结界，巴利罗莎几人则更加卖力的训练，尤其是巴利罗莎，他真的好羡慕萨姆获得屠龙者的称号，那个是让流放者破格获得贵族地位的称号啊！要是他能获得的话，就能恢复他们家的贵族地位了。正在幻想那样的画面时，一个男人过来问路，说自己来这附近寻找自己的老友。巴利罗莎却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对方的身份，男人也不隐瞒自己认识的是芬里斯，那就肯定是魔王军的人了。面对巴利罗莎的敌意，男人直接举手投降，声称自己并没有恶意。既然他不想让自己过去，那就帮忙给芬里斯带个话吧，说下次可以一起喝个茶聊聊往事。临走前留下了大名葛萨尔。因为这位的结界出现了反应，巴纳萨和芬里斯也很快赶了过来。芬里斯告诉巴利罗莎，刚刚那个男人其实就是魔王。巴利罗莎顿时吓得浑身颤抖，他居然能见证魔王啊！隔天魔王又来拜访了，巴纳萨毕恭毕敬的请人来家里，刚好碰见巴利罗莎准备晾衣服。不过魔王并没有叫他做什么，还邀请他一起过去喝茶聊一聊。而魔王一上来就朝巴纳萨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能加入魔王军。巴纳萨依旧是毫不犹豫的拒绝，他对人类和魔族之间的争斗并不感兴趣，也并不想参与其中，只想带着老婆在这里悠哉悠哉的过日子。但魔王还是不由分说的讲起了往事。原来人类和魔族的战争从初代魔王降临就已经开始了，到现在持续了500年。初代魔王是从别的世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统治这个世界。接纳了初代魔王的就是当时遭到了人类迫害的魔族，魔族接取了这位一帮人的统治，与被拒绝统治的人族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500年间仇恨越积越多，已经不太可能轻易平息了，势必会其中一方的落败而收场。面前这位魔王已经是第12代了，他算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并没有统治世界的欲望，但身为魔王，他需要肩负起这份责任。说着就展露了一部分力量，极力邀请巴纳萨加入他们这一边。巴纳萨还是那副平静的模样，也还是毫不犹豫的拒绝。这份从容让魔王对他愈加感兴趣，从这一天之后，干脆每天都来骚扰小情侣了。这可把巴利罗莎吓得不轻，连出门都要专门找魔王没来的时候，结果人家就守在门边呢。不知道为什么，魔王好像暂时放弃了巴纳萨，转而对巴利罗莎产生了兴趣，一直缠着人家美少女。有魔族频繁进出巴纳萨家的事情很快传到了国王那边，国王气得不行，3番2次拒绝我的邀请，原来是想加入魔王军吗？既然如此，那就把那个巴纳萨干掉。还好这个国家还有个聪明人，那就是公主殿下。公主觉得贸然出兵只会更加激怒巴纳萨，招揽人才应该是用怀柔手段。首先要做的是理解巴纳萨的想法，可惜国王根本不听公主的话，反倒跟草包勇者臭味相投。勇者一上来就要调兵去攻打巴纳萨，巴纳萨对此一无所知，正在思考要不要在镇上卖龙鳞打造的防具，还做出了实验品。如果能成功的话，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操心赚钱了。芬雷斯有些不解，如果能听国王的话去勇者手底下工作，不是完全不需要担心报酬了吗？但巴纳萨知道自己拥有极为强大的力量，所以才更不想和任何人起冲突。这份温柔让芬雷斯深深动容。结果小情侣好不容易感情升温，那个臭不要脸的勇者就来破坏气氛了。看着外面整齐划一的军队，巴纳萨人都麻了，而勇者给了他2个选择，要么做他的手下和他一起讨伐魔王，要么现在就被他讨伐。说完这2句台词后，勇者心里极为得意，那可是他用心编排了好久的台词和动作，足以列入他人生巅峰前3的名场面。巴纳萨心中无语，只能微笑，然后说出了他的答案，2个他都不想选，他
既不会帮人类军队，也不会去帮魔王军。4个女骑士也帮巴纳萨说话，却被勇者打成了叛国罪。要想脱罪，就帮忙一起说服这个男人。这勇者太自说自话了，巴纳萨知道跟他讲不通，又不想跟巴里罗莎他们添麻烦，于是打算干脆带着芬里斯离开。没想到巴里罗莎请求带他们一起，因为这段时间和芬里斯相处，让巴里罗莎产生了迷茫。魔族真的是必须打倒的敌人吗？明明他们和芬里斯就能和平共处，那为什么人类和魔族不能和平共处呢？在找到答案之前，巴里罗莎不想再当所谓的骑士了，更不想在勇者这种会威胁无辜人命的人手底下工作。另外3人也纷纷迎合，人家都已经这么说了。巴纳萨大手一挥，设想了个大范围转移魔法，把他们竟然连同房子一起给挪走了。这时来找巴纳萨唠嗑的魔王出现在士兵们面前，看到房子没了，魔王勃然大怒，直接召集自己的军队，并且下令现在马上向库莱路的魔法国发动总攻击。勇者见势不妙，丢下部下们骑马跑了，而巴纳萨他们则转移到了另一处城镇外面。这一下勇者和魔王都没办法来骚扰他们了，巴纳萨又能和后宫们和和美美过日子了。魔王军和人类之间的大战居然是因为男主搬家而引起的。人类士兵立刻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国王，他们各自的防卫网已经相继遭到攻破。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位勇者大人居然又缩回南方堡垒了。大臣们一看这勇者靠不住啊，还是赶紧召集魔导师用净化魔法吧。国王看上去就很为难的模样，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魔导师们齐声念起了咒语，领头的居然是国王本人，净化之光也跟随他的法杖指引开始扩散。很快红色的天空又变得澄澈无比。殊不知魔王军在魔王的指示下早就撤退了，而巴纳萨对此一无所知。一进门，芬里斯就扑到他身上，问他是要先洗澡还是先吃饭还是先那个。巴纳萨不解风情的回答先吃饭。今天他去镇子上逛了一圈，先调查一下防具的行情价。其他人也都说了自己接下来的安排。沙姆继续种菜，毕竟雷利说想养马，把马租给别人拉马车也能赚到一些钱。大家都在努力赚钱补贴家用。废物的罗莎和贝拉诺破大防，因为他们俩什么都不会，到目前为止收入还是0。芬里斯表示问题不大，他作为首领的妻子肯定会好好照顾大家的。巴纳萨也让他们不用在意，好好练习剑与魔法吧。国王那边因为使用了净化魔法，接下来3个月都不用担心魔王军。公主就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毕竟因为魔力枯竭，那天参与魔法的魔导师们都陷入了昏迷，快一点的也要2-3个月才能恢复。他的父王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在此期间，公主可以手握大权，新官上任3把火，他第1把火烧的就是勇者大人。早看那个废物点心不爽了，先让他卸下国家勇者的职位。于是勇者和他的妹子被撵出去了。勇者还在那儿气急败坏的嚷嚷着，等魔王打过来了，你们不还是只能来抱我的大腿替我帮忙吗？结果下一秒士兵就啪的把门关上了。而巴纳萨自从搬到了新的城镇，跟芬里斯之间的感情也是飞速升温。他很感谢芬里斯把家里整理的井井有条。话说完回头一看，小兽儿娘已经在呼呼大睡了。那4个女骑士也非常有眼色，第2天一大早就表示今天家务事都交给他们，让巴纳萨和芬里斯好好出去约会一天。2个人在镇子上逛了大半天，巴纳萨问芬里斯想要什么，自己可以买下来当做礼物送给他。一听说亲爱的要给自己送礼物，芬里斯兴奋的在街上找了起来，最后停在了一个首饰摊。巴纳萨选择了一个和芬里斯眼睛很适配的天然石，下意识的放在他胸前比划了一下，突然意识到这个动作有些不妥，但芬里斯一点也不在意，反而很满意巴纳萨送自己这个礼物。回到家后也一直捧着礼物看个不停，可把这个单身狗羡慕坏了。当天晚上芬里斯就投怀送抱，巴纳萨从梦中醒来后发现自己被美少女紧紧抱着，他把人扒拉开，芬里斯又贴了上来，搞得巴纳萨一整晚都睡不着觉。和他们相比，勇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带着小情人悄悄潜入了宝物店，想找找有没有什么秘宝能和魔王对抗，只要能打倒魔王，他就能重新成为受人敬仰的勇者。这里他又想起了巴纳萨，明明自己才是勇者，为什么那个男人会用连他都不会使用的魔法？内心怀着这样的不甘和嫉妒，勇者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忽悠他，如果想要力量的话，就进来拔出这把剑，自己会实现他的任何愿望。那声音只有勇者一个人能听见，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将剑拔了出来，瞬间密室里刮起了龙卷风，紧接着出现了一个大美女。大美人自我介绍叫西亚，是掌管光与暗之根源的魔人。勇者起身强装镇定，说自己就是解放家的勇者。西亚就一副诱惑的姿态，让他许下3个愿望。勇者立刻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与此同时，公主喊来了王国的预言师，她想着她接下来该怎么走。结果话音刚落，在场所有人脖子里都出现了一个项圈，公主立刻就想到了什么，让人赶紧去地下宝殿制服入侵者。他们脖子上的项圈是断罪警环，是某个魔人作为实现愿望的代价，将化为祭品之人的头斩断之物。其他人听了预言师的话，顿时慌了起来，只有公主维持冷静。据说在很久以前，他们国家的国王向魔人许愿讨伐魔王，代价就是大陆1半的生物失去了性命。后来在众多人的牺牲之下，全国魔导士合力将魔人封印了起来。没想到现在封印居然被某个傻瓜解开了，而且还向魔人许愿了。现在他们的性命只剩下愿望实现
年前的时间，公主问预言师自己该怎么做，预言师让公主去寻找真正的勇者。大臣们瞬间想到了国王之前要招揽的那位人才。接着预言师说勇者在西方，公主决定亲自出马。巴纳萨对此还一无所知，正在跟武器店老板讨价还价，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看着巴纳萨在跟老板谈笑风生，在外面等着的罗莎忍不住感慨，要是他也能找到一个像巴纳萨这么能干的男人就好了。芬里斯表示这不有现成的吗？没错，他说的就是魔王大人。毕竟魔王平时看起来很中意罗莎的样子，然而这个中意只让罗莎感到恐惧。回去的路上，芬里斯坦诚告诉了巴纳萨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巴纳萨这么活跃挺好的，但是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就变少了，让他觉得很寂寞，所以希望巴纳萨偶尔再陪他一起去狩猎或者出门走走。还没等巴纳萨答应下来，系统就提示有魔人靠近，来的人正是西亚。因为那位冒牌勇者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把害他出丑的大罪人巴纳萨抹杀掉，现在西亚要帮他完成心愿了。巴纳萨依旧淡定无比，因为系统已经展开了自动防御魔法，于是这发必死的伤害就打在了想为他挡刀的芬里斯身上，那枚胸针也被砍成2半摔落到地上。罗莎察觉到动静，赶紧跑了过来。西亚毫不在意自己杀错了人，反而更加大开杀戒，却全都被巴纳萨的自动防御魔法挡了下来。他匆忙的想为芬里斯治疗，可是魔法被抵消了，系统说损伤程度已超过可恢复极限。看着芬里斯苍白的小脸，巴纳萨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无计可施。而对面的西亚已经使出了光之根源魔法，巴纳萨依旧毫发无伤，甚至还学会了这个魔法。他将芬里斯轻轻放在地上，只说了一句话：唯有你不可原谅。和芬里斯相处的一幕幕回荡在脑海中，芬里斯一直都喜欢他，陪伴他，所以巴纳萨也理所当然的守护着他。可现在芬里斯却变成了这副模样，直接使出了倒转时光的魔法。魔人惊讶，还没等他弄明白这人咋回事，巴纳萨的拳头就已经砸了上来。什么魔法不魔法的，让你见识一下物理魔法才是最大快人心的。接着又一脚踹在西亚身上，眼睛里充满了杀意。西亚又使出了暗之根源魔法，然而这个魔法也直接被巴纳萨轻易瓦解，一只手握住他的头，将人硬生生拎了起来。西亚下意识地查看巴纳萨的面板属性，发现全都是正无穷，下一秒就被摁在了墙上。他的防御魔法对巴纳萨来说形同虚设，巴纳萨的每一拳每一脚都用尽了10分力气。不远处的芬里斯也安然无恙醒了过来，看到巴纳萨正在疯狂殴打大美女，只觉得大快人心。亲爱的居然为了我如此不手软，而且对手可是能使用所有魔法的魔人，按理来说物理攻击不会起作用才对，他家亲爱的可太厉害了。这时芬里斯忽然想起巴纳萨以前说的，他不喜欢打打杀杀，也不想杀死投降的人，而现在巴纳萨为了他对西亚下尽狠手，死死掐着西亚的脖子，哪怕对方已经投降了也不撒手。芬里斯不想看到巴纳萨事后后悔，赶紧冲过去抱住他的腰，表示这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他那一份温柔因为自己而丧失的话，他会很难受的。巴纳萨蹲下来擦了擦芬里斯的眼泪，然后紧紧抱住了他。另一边，公主也被虚弱的魔导士用转移魔法送到了西边的城镇附近。公主让士兵守护被榨干的魔导士在这里休息，自己去这里打听那位真正的勇者。结果话音刚落，他们脖子上的项圈就突然消失了。难道魔人执行愿望失败了？不过这还远远没有结束，冒牌勇者和他的小情人还在宝殿里待着呢，外面全是等着抓他们的士兵。黄毛不知道怎么回事，该不会那个混账魔人是骗他的吧？突然密室里又传出来一个声音，紧接着一团黑雾缠上了他的小情人，直接钻进去占据了小情人的身体。神美人表示多亏了黄毛解开那个碍事魔人的封印，自己才能出来。此人乃暗黑大魔导士玛丽娜。接下来他就代替某人把黄毛渴望的力量赐予他。宝殿的地面疯狂震动起来，很快一头羊角魔兽从里面冲了出去。玛丽娜骑着黄毛变成的魔兽，就准备去惩罚封印自己的王族们。而巴纳萨那边一直等着西亚醒过来。西亚一睁眼看到巴纳萨的脸，就吓得连连后退。刚刚趁着西亚昏迷的时候，巴纳萨看了一下他的记忆，西亚大为震惊，记忆显现，可是只有他才会使用的魔法呀。巴纳萨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个人，于是芬里斯替他做了决定，让西亚给他们当女仆，这样也可以留在身边监视了。而且有这么强大的魔人加入他们集团，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呢。人家被伤害过的芬里斯都不计较了，巴纳萨也不好再坚持，干脆就这么办，表示只要西亚发誓再不会夺走他人性命，并握住他的手，自己就原谅他做过的事。西亚再一次被震撼到了，没想到人族还有巴纳萨这样的人，他当然握上了巴纳萨的手，保证自己今后会全心全意跟随他。而巴纳萨之前的表现也让西亚觉醒了抖 M 属性，事情圆满解决，接下来就是清理被他们打坏的街道了。巴纳萨正打算用时间魔法恢复一下，却被西亚提醒最好不要，时间操作魔法只能改变指定范围内的时间，而此时和改变范围外产生的误差很容易造成无法预测的意外，就连他在使用的时候也要完全缩小到一个人身上，本就不是人族能驾驭的魔法。巴纳萨能大规模使用，是因为他的技能显示为无限，只要有无限的技能，就能使用被称为超越者的人才能使用的完全习得魔法，只要接触到魔法一次就能学会那个系统内的所有魔法。巴纳萨就是这么学到只有西亚这种魔人才会的魔法的。他采纳了西亚
亚的建议改用修复魔法来处理邪道，然后就带着西亚回家了。家里的4个女其实人都麻了，但想想连魔王都经常来家里做客，巴纳萨带个魔人回来当女仆，好像也没什么不妥吧。反正都打不过巴纳萨。可晚上巴纳萨却一个人发呆。今天他才知道自己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他就不知道该如何活用这份力量。被出来倒水的罗莎看到了，罗莎听了之后也觉得迷茫。虽然他没有巴纳萨那种力量，但是本来以为的敌人不是敌人，本来以为的同伴不是同伴，他都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才想变强的了，也不知道该把剑对准谁。当然他还是很感激巴纳萨的，要不是遇见巴纳萨和芬里斯，也不会有这么多奇异的经历了。回到房间后，巴纳萨看芬里斯还没精神，就问他怎么了，却突然被芬里斯压在床上，问他是不是要回原来的世界了。毕竟巴纳萨连魔人的魔法都会用了，要回去原本的世界应该也不成问题。他哭着请求巴纳萨带自己一起回去。巴纳萨心中颇为动容，向芬里斯保证自己是不会离开的。最近经历这些事情也让巴纳萨下定了决心。白天在意识到他真的失去芬里斯的时候，他的心里第一次感到如此混乱。他问芬里斯是否真的愿意成为自己的妻子，芬里斯赶紧表示，从一开始他就不是要当巴纳萨名义上的妻子。自从遇到巴纳萨以后，他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内心有这么多情感。两人互诉了一番情谊之后，情不自禁接了个吻，最后双双倒在了床上。结果刚准备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一回头发现西亚在床边看着他们，还振振有词，见证至高无上之主的走向是我的职责。